为什么以封神为名的电影，大多数镜头却给在人的身上？整个封神三部曲是讲述同样一个辨别真伪、善恶抉择与心灵成长的完整故事，强调的是人的力量。封神第一部是觉醒与成长，第二部是守护，相信第三部也会有不一样的故事。老实说，封神第二部中仙魔斗法的部分占比并不低，魔家四将征讨西岐与文太师列十绝杀阵，先后撑起了全片的视觉体验，是绝对的重头戏。但观众们的直觉也的确很准，因为今年的封神2延续了2年前第一部的整体思路，仍旧是以人为核心的故事。明确了这个前提，就不难看出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已经完成了新封神三部曲的剧情承接与价值表达，至少在颠覆性这点上，本片是值得说到一番的。先做前情提要，上一部朝歌风云中，殷寿残害四伯侯，处斩太子殷郊，被姬发奋起诛杀后，借妲己妖力还魂，姬发回归西岐时，太师文仲也班师回朝。第二部的剧情紧接第一部结尾，西伯侯姬昌已故，商将邓婵玉率大军征讨西岐，姬发率众抵御殷商王师，靠姜子牙的计谋与得神力复生的殷郊相助，立刻魔家四将。文仲随后奉命来讨，最终被姬发等人打破十绝阵。以小生个人观点，封神三部曲的核心正是对正反两派凡人角色的刻画，被野心驱使的殷寿完全显露暴虐本性，随意残杀侍从，命文仲图西岐泄愤，已然是全片真正意义的首恶。与之相对，姬发恪守善念，第一部在轩辕坟就未杀无辜苏氏之女苏妲己，第二部也甘愿以自己性命为代价，让西岐父老免于灾祸。一恶一善，高下立判，但用单纯的善恶来概括二者的冲突，显然是有些草率的。对立的根源不在于品质或德行，而在于更高一层的立场。准确来说，是谁真的站在黎民百姓一边。西岐是你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呀！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中有关姬发与西岐子民的片段，大量使用了改编自《诗经》词句的插曲，小雅中的伐木丁丁，赵南也有死君中的有女怀春，以及魏风硕鼠中的士比乐土，无一不是描写百姓劳作、爱情与感怀的方方面面。《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都说论文学性，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15国风。以小生观点，恰是因国风源于先秦各地民间歌谣，有着真挚的感情与最踏实的底蕴，也最能代表人民的期望和呼声。而影片中与姬发相关的桥段，总少不了西岐百姓一道出镜，所要传达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可以说，从第一部的姬昌到第二部的姬发，电影中父子俩同殷寿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代表人民利益一方与代表军权利益一方的对抗，并引出封神系列着重探讨的问题：何人能成天下共主？封神第二部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通过一些乍看离经叛道的角色调整完成的。在电影院一刷本片时，小生就预料到文仲和邓婵玉两个角色必然会引发热议。影片中文太师本不想征讨西岐，然而在殷寿名为禅让，实为道德绑架的逼迫下，固守所谓人臣之礼的他，还是选择了愚忠，从殷寿之命要将西岐百姓赶尽杀绝。这样的角色安排其实和邓婵玉有很大关系。对观众来说，封神第二部的邓婵玉显然更具颠覆性。其实真正与邓婵玉演对手戏的不是姬发，而是文仲。邓婵玉请缨西征是为了荡平叛逆，以顺商王权威，然而与姬发的屡次交手，见姬发牺牲自我以保全西岐，他开始思考忠诚与黎民孰轻孰重，最终顺从内心的声音，站在了百姓一边。叛商救出姬发，夺取封神榜，乃至助姬发破十绝阵，都是为了让西岐的人民免于荼毒。忠诚、名声、个人命运高不过黎民苍生，这是外表刚毅、本性良善温柔的邓婵玉在经历一切思考后给出的答案，由此形成与文仲的强烈对比，也让观众看到人人志士该做出怎样的选择。作为凡人的他和姬发一道，点明了全篇的主旨：以人为本，以民为先，民心所向，方可为天下共主。为民舍生取义，有何憾哉？天下共主，故当如是啊！
说到底，《封神》系列的本意是从人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和诠释封神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叙事的核心也不是产桀二教凌驾于凡人之上的对峙，商周间军民的争斗与思想冲突，自然也不像原版故事中一样充当神仙斗法的背景板。天道在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于是我们看到新时代的神话史诗中，人性的光辉高于修道的术法，凡人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主角。我这忙着天下大事儿呢，老百姓开心才是天下大事儿呢。所以小生现在的观点还是和当初看《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一样，《封神》系列并非刻意效仿西方魔幻题材的成功经验，以视觉特效或神怪奇谈作为要点吸引观众，而是致力于表现以中式价值观为核心的王道。怀着看神话故事的预期去看这部电影，和从人本思想的角度重新理解这部电影，得到的会有所不同。《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主要承担承与转的作用，鉴于它还有诸多支线和伏笔等待回收，小生觉得还是等三部曲全部面世后再对其进行整体评价比较稳妥。说不定到第三部上映时，回顾本片又能品出一些新东西呢。